在视频开始之前，如果我把这4个人放在屏幕上，你能说出他们的关系吗？倒计时3、2、1，知道答案的小伙伴，请把答案打在公屏上。悄悄，大家好，我是墨尔本于小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将在这个频道跟大家聊一下珠宝和腕表的故事。今天就来说一下我现东家沛纳海的发家史。有人说沛纳海我没听说过呀，这是什么样的牌子？它有历史吗？什么是小秒针？什么是3明治表盘？为什么它会有护桥？它和劳力士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说它永远是你表柜里最亮的那只仔？别急啊，要想解开这些问题，我们就得回到沛纳海的历史说起。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扬帆起航。我的这个视频分为以下几个环节，如果想单独看某一个系列是如何产生的，请你跳到这些时间段。当然，你也可以完整看完我的视频。说沛纳海，怎么能不说意大利的历史？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主人公乔瓦尼·沛纳海 （Giovanni Panarai）， 我们就叫他老海。1825年出生在佛罗伦萨。当时佛罗伦萨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当时发生了一场运动，叫做文艺复兴运动，又称新雅典运动。但历史这一块呢，我也不是特别了解，我就大概的给大伙儿过一下啊。在美第奇家族统治结束之后，意大利被分成了9个不同的城邦和势力。我给你数一数啊，两西西里王国、奥地利帝国、意大利王国、法兰西第2帝国、法兰西第2共和国、萨丁尼亚王国、帕尔马公国、托斯卡纳大公国、莫德奈和雷焦公国。是不敢看的，不敢看的。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地图啊，他们的地图一直在变化，每一个小色块都代表了一个当时的政权。最快的时候，没几个月就有一个地方被攻破，最后啊统一成一个棕色的国家。你今天上班的时候，公司和家还是同一个区域，下班回来你家已经是另外一个公国了。第2天你就是去跨国集团上班。这整个事件呢，一直到1871年，意大利才得以统一。咱们可别忘了，意大利是一个3面环海的国家，所以他们最强的军队就是海军。沛纳海当时抱上了一条大腿，意大利的海军。在1860年的某一天，一位海军上校走进了沛纳海他们家的门店，这一走啊，就不小心走出了一个手表品牌。因为当时战事吃紧，他们急需一批军事物资，并且需要完成指定数量的指南针、定时炸弹、潜水工具、器械化计算设备。意大利海军跟沛纳海签订了第1张军需订单。当时老海的这一家店呢，也可以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制表工厂。放在现在啊，就是学技术找蓝霞，学手表找老海。1873年的一天，沛纳海迎来了一位发明家，老海的孙子 Giotto Panarai出生了，就是后来的夜光涂料一哥，他就是当时发明了 Radiomir 涂料的小哥，我们在这儿就叫他海哥。别的孩子玩泥巴，他也玩泥巴，但是呢，他有一个特别的兴趣爱好。化学。早上呢，他就和爸爸、爷爷泡在工厂里干活儿。晚上呢，他家里不是有个实验室嘛，吭哧吭哧又在那儿研究好几个小时。那当时海军希望他们研究什么呢？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在一本关于沛纳海历史的书里面找到一段话：1915年初，海军和沛纳海之间交替契约，夜间在户外，环境的自然暗度越大，瞄准器的亮度就越强。但在光线最大和大气条件下，以及满月时，瞄准器也能清晰可见。同时，瞄准器不得让使用者眼花缭乱。傻，写的真傻。海哥呢，大概也能知道这东西啊跟镭有关系，可是镭放在那时候是一个稀缺物种，非常的昂贵。你说这花时间花金钱去研究，万一没研究出来，人家海军直接找了另外一个厂家，那你说之前的生意是不是都得完蛋？来，我们来看一下镭啊。镭是一种自带发光并且有辐射的物体。在1898年的时候，居里夫人在荷兰政府的植入下，用1吨的沥青提炼出来了少量的镭。但是当时镭的使用完全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大家只知道它能发光，而且价格非常的昂贵，绝对不是你今天在某宝上面下单，明天就能给你送到的东西。但至少你得有材料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呗。没有材料，怎么想都是白搭。于是他们想到了与意大利海军一起联合制作，当时就来到了一位 Caro Rocconi 中校的门口。他说 ：“Caro， 你知道什么是当当？什么当？当 Only Caro， 你知道什么是 Radium 吗 ？Radium 它是一种可以发光的材料，并且在夜里它能发出与月光般皎洁的明亮。Radium 它们如同夜晚的生灵，楚楚动人。Radium 如果我们能使用上它，我们将能在夜里看得一清二楚，而您的光辉事迹并将载入史册，为世人传唱。”
支付宝到账1000元。哎，我也不知道当时 Carol 一共给了海哥多少钱啊。海哥呢就赶紧拿着这笔研发基金回到自己家的实验室，哐哧哐哧的干了好几个月。当时他把镭、硫、锌等混在一种粘液里，制成了雷击粉末，然后再把这些镭涂在了瞄准器上，就得到了夜光瞄准器。据资料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超过了8700个发光瞄准盘和15000对发光瞄准器交给了意大利海军的3个基地。1916年啊，海哥就把这种雷击粉末申请了一个名字，叫 Radiomir。当然我们也知道 Radiomir 成为沛纳海家族的一个系列 Radiomir 系列。不仅如此，1917年2月份的时候，他还在美国申请了一项专利，也是 Radiomir。据资料统计，在英国申请了2项专利，而在法国申请了3项，美国申请了1项。这时候沛纳海的工艺名声大噪，并且和意大利海军签下了长期订单。沛纳海这边正在欢天喜地的庆祝发现了新材料，但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就没这么幸运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却为后来沛纳海发明三明治表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1917年雷到达美国之后，一部分毫无道德的美国商人也闻到了钱的味道。这一部分商人和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他们开始吹嘘和炒作雷的功能，制造出来了雷的牙膏、护肤品、香烟、雷套套，甚至是可以吃进去的雷的保健品。在众多的商家中，有一个叫做 United States Radium Corporation 美国雷企业公司。这家公司是美国陆军辐射发光主要的供应商，他们拥有大约70名女工为他们的手表上涂层。当时作为雷女孩是一位相当体面的工作，因为每画一个表盘就能拿到0.1美分。You are paid 1 cent per dial。一天能涂250个表盘，一个月将近100美元。放在当时呢，是一个收入相当高的工作，而且还不累。其实企业主和他们的研究人员都知道，雷是一种有放射性的物质，所以避免自己和这些放射性物质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但是这些雷女孩被蒙蔽了信息，不仅用沾满雷涂料的刷子画画，而且还用舌头去捋毛刷，让这个刷头更细一些。没过多长时间，工厂里就有一名叫做茉莉的女孩出现了牙龈痛，于是她就去看医生，医生建议她拔牙，但是过了几个星期之后，牙还是疼，就只能再去找医生。医生就发现之前拔牙的地方不仅没有愈合，而且还开始流脓，附近的几颗牙齿也开始松落。这一次呢，医生就建议她做手术。但是手术的时候，医生惊奇的发现，当他打开茉莉牙齿的那一瞬间，她的牙龈已经变成了灰白色，并且用手指一碰，全部都散成了像壁炉灰似一样的粉末。而其他的女工也相继出现了贫血、下颚脱落、坏死。雷女孩的事件发生在1922年，整个事件发酵，惊动了当时所有的制表企业。不幸中的万幸，也就为后来沛纳海想出来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三明治表盘 （sandwich dial） 诞生了，让他们的表盘不再需要用毛笔去填写数字。欧洲这些小兄弟打架吧，每次都得加上意大利。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说意大利的综合战斗实力不是很高，但是他们军队中有一个特别亮的亮点——意大利蛙人小队 Frogmen。1935年10月，2名意大利工程师和皇家海军潜艇车间的30名人员一起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发明 ——XLC 的第一个原型——慢速鱼雷，全称叫做 Siluro lento。没错。可能大家对鱼雷这种东西还没有什么概念，为什么要发明慢速鱼雷呢？自从1866年罗伯特·怀特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颗鱼雷，水下的活动就慢慢开始活跃起来。但是吧，那个时候的鱼雷和现在的还不太一样，精准度非常的低，要不是碰上礁石，就是打偏了，再不然就是动力不足。首先，它没有跟踪和瞄准；其次，它需要避开水底的逆流和暗礁，这些都是自然因素，还有可能遇到敌人的隔离网。就说这没有精准度的鱼雷，你还想准确的跑到人家船底下炸一个大窟窿？没在半道上给你沉了就不错了。当时啊，沛纳海的掌门人已经换成了海哥的儿子，我们就叫他小海。当时小海他们呢就接到了一个与这种慢速鱼雷搭配使用的任务，除了制作潜水服以外，还要制作一款夜光手表和这个潜水服一起搭配使用。其任务是要完成一项秘密活动，而这项活动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意大利特种部队 Frogmen 蛙人小队。1940年6月，意大利遭到法国的突袭之后，意大利开启了连续3年的反击战。在所有的反击战中，意大利最成功的就是利用这支特种兵蛙人小队，并且配合了慢速鱼雷袭击了敌军的军舰，最后以6人的蛙人小队击沉了英国2艘战列舰的优越成绩告终。作为意大利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偷袭，由于2艘主要的战舰遭到了突袭，使得英国皇家海军战队在地中海失去了对轴心国战队的绝对优势。意大利海军的胜利也同时提携了沛纳海，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在沛纳海的博物馆看到当时的潜水服。你说光是靠着沛纳海的手表
海军就能打赢胜战吧？那也太牵强了吧！我这稿子也不敢这么写，我要这么写，你们也不能这么看了。只是在这一次反击战中，沛纳海交给了意大利海军一只手表 Radio Mirror。细心的观众啊就会发现，你不是说1935年才接到的订单吗？那怎么在官网上面1935年他们就生产了第一块手表呢？说之前沛纳海不做手表嘛，那这怎么这么快就研发出来手表了呢？那就不得不说到很多人的梦中情表劳力士。它和劳力士之间又有怎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1920年啊，劳力士刚刚成立，和众多的表商一样，一起奔跑在创业的道路上。但是当时的沛纳海已经稳稳地抓住了皇家海军，成为了御用供应商，那实力是相当悬殊。沛纳海收到手表订单的时候，放眼望去，那也没有几个厂商可以与他们合作的。数来数去，看来还是劳力士这位老兄比较好相与。那小海就来到了当时劳力士的办公室，小海就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就这样一拍即合，这个呀是当时劳力士的怀表，沛纳海把它横了过来，在上下两端镶上了表耳，并且对它的表盘进行了改造，把所有的数字都变成镂空的，再加上之前整块浸泡好的雷击粉末表盘，把它3个压在一起固定住，就跟这张图一样，就得到了黑夜中最亮的三明治表盘。Radio Mirror 这个系列呢也发展出来了8日机芯，也就是上一次练呢它可以自己行走8天。Otto Giorni 就是赵又廷现在戴的这款，是不是就跟我们视频开头的照片对上号了？视频看到这啊，下次你跟男朋友或者上司去买表的时候，你上来就跟服务员说，麻烦给我看一下 Radio Mirror 的 California 道，如果没有8日机芯或者三明治表盘也可以。这时候你的上司或男朋友看你的眼神都要发光。你学会了吗？还不赶紧点关注，后面的故事更精彩。有人说啊，沛纳海就是走军事风，走差异化。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沛纳海它确实就不是民用品牌。沛纳海在制造完蛙人小队的器械以后，名声远扬，一路高歌猛进，并且接到了意大利海军所有的军需订单，家族企业的生意一路飙升。怎么到这儿升不动了呢？这个时候啊，人们发现沛纳海第一代手表的表盘开始腐蚀了。那海军那边哪管理这么多啊？总不可能人家来当半年的兵，手上烧一大窟窿吧？但是又有什么物质能替代镭去发光呢？其实，在1940年的时候，小海就注意到了一种材质，这种材质呢叫做氚，但是含量极少。由于氚的半衰期只有12年半，球诞生之初所产生的氚已经消耗殆尽。如今自然界中的氚是由宇宙射线的高能撞击所产生的。你说这东西怎么搞？氚很抱歉，在我们初中或者高中的化学元素周期表里面是不存在的。它是氢的同位素，又叫做超重氢，无法穿透人类的皮肤，只有在大量吸入的时候，大量吸入才会对人体有害，因为它是一种气体。虽然当时知道这种物质，但是它的提取十分的复杂，并且无法在实验室中完成。人类第一次在实验室里合成氚是在1934年，3位物理学家在量子对撞中得到了氚。没错，又是非常昂贵，而且比起之前用1吨的沥青提取出来镭更加昂贵。小海呢就接过了他爸的担子，然后每天就在实验里鼓捣。在他们的研究基金即将断裂的时候，小海实在是没办法，只能去求助意大利海军。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当？终于在1949年的1月，小海把氚基粉末给研究了出来，并且给它注册了专利。考虑到之前镭的影响，为了谨慎处理和放射性之间的关系，于是他决定给发光物起一个新的、更加中性的名字 Lumino。虽然说氚吧，它也有放射性，但是与镭相比，放射性极小，忽略不计。再给大家说一个关于夜光手表的小知识点，其实所有辐射的材质在90年代之后呢，就全部都停用了。现在所有的夜光材质都叫做 Luminova 或者 Super Luminova。所以如果你们在拍卖会上想要购买古董手表，一定要看清楚年份哦。这个时候的沛纳海哪还是当时想要抱着意大利海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沛纳海啊？不仅接到了意大利海军所有的军需订单，声名远扬。除此之外，埃及还要求沛纳海为他们加工器械。你说这又怎么回事呢？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沛纳海手表又有什么渊源？没错，沛纳海的第2个系列诞生了。要说欧洲这帮小兄弟打架，一半是看你有钱啦，哐哐2下敲你一下竹杠啊，另一半呢就是因为宗教。而埃及这一次就是因为宗教引起的。因为战事愈演愈烈，埃及方面发现海军的成立
迫在眉睫。看到邻居家意大利有一支这么出色的特种兵小队，于是呢也想培养一支自己的特种兵小队。关于手表这一块，埃及方面得知，原来劳力士和沛纳海签订了协议，他们怕劳力士这边停止供应，于是他们要求沛纳海单独为他们设计一块手表 GPF-2/56。得到意大利海军的特批之后，于是一个新的表款诞生了。这个表款就是后来的 Lumino 和 Submersible 的灵感来源，但是当时他们还不叫 Lumino， 他们把它叫做小埃及 Egiziano。打样后的沛纳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60毫米的表径，为了达到更好的防水，增加了护桥。佩同学还把小秒针放到了9点钟的位置上。1960年以后，带护桥的沛纳海订单有增无减，组成三明治表盘的雷击粉末也消失了，换成了川基粉末，并且沛纳海从瑞士定制了8日机芯，背面换成了透明玻璃，这些是沛纳海 DNA 元素之一。细心的小伙伴就会发现，沛纳海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和我们后来在史泰龙电影中看到的沛纳海形状非常相似了。说到史泰龙啊，是他把这块手表带上了荧幕，并且送给他许多好莱坞的朋友。那你不是说沛纳海是军用品牌吗？史泰龙是怎么买到的呢？你看这故事一环一环的，是不是从时间点上就慢慢连起来了呢？让沛纳海走入大众的视野，多亏了2个男人，一个是史泰龙，另外一个是有号称华尔街之狼的索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沛纳海的业务啊，基本上已经被削减的差不多了，也就剩下手表这一部分。2战结束之后，柏林墙倒下，顺势而为的欧洲组成了一个大联盟。这时，12个欧盟成员国签订了一个协议，在这个协议里啊，欧洲货币犹如英镑、意大利里拉等明显的被高估。这整个事件呢，就被索罗斯看在眼里，并且做空了英镑。总而言之呢，就是意大利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为了拯救1992年的经济危机，意大利海军决定把沛纳海改为民用系列，所以史泰龙才能得以买到。1996年的时候，史泰龙走进了一家表店，当时他正在筹备他的新电影《黎明》。其实史泰龙最初的想法就是找一块耐用结实的手表，并且这个品牌没有人知道。当他看到沛纳海的第一眼，外貌就深深的吸引了他。在了解了沛纳海的历史以后，史泰龙毅然决然的拿下了这块表。要说啊，沛纳海在众多的运动手表中，对自己算是比较狠的一个，让特种部队带着去训练，或者是徒手登山运动员带着去雪山穿越丛林。但你想想，好像这也就是沛纳海曾经干的事情。甚至有一次在史泰龙的采访中，他自己都说 This watch has been underwater and through hell, and it's just still gorgeous. I mean, really, this thing has been through it. Just watch the movie, you'll see what I mean. 接下来的故事啊，大家也熟悉了。沛纳海被利丰集团发现，并且收入囊中。第一家沛纳海精品店呢，在香港开业，而最新的一家就是我现在在上班的地方——墨尔本的 Cheston Shopping Centre。时光荏苒，今年已经是沛纳海面向大众的第20年，而至今已经发展出来了4个系列 ：Radiomir、Lumino、Lumino Duet 和 Submersible。回顾沛纳海的历史，我觉得没有一个品牌的成功不需要一点实力和运气。它从一叶扁舟逐渐成长为巨轮，而回望曾经的航程，这艘巨轮自诞生之日起便驶向未知的海域，每一段旅程都有传奇色彩。沿途它面对过汹涌的海浪，也品味过宁静的海面。从最初的不安到后来的坚定，它始终保持着一颗前行的决心。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沧桑岁月中的点滴痕迹，每一次挫折都是历练，每一次波澜都是考验。正如我们的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定不绝的态度，让它越过一道道难关，不断前行。我把这个系列叫做时来运转，只要我们坚定初心，始终坚信坚持，就能看到柳暗花明，时来运转。感谢你把视频看到最后，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点赞或者关注，也为我带来更好的创作动力。就这样，我们下期见。